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尘封魔丸1比12人偶万国众神系列的海皇波塞冬。之前我们有玩过老爹宙斯啊，这回我们来看看二大爷做的怎么样。尘封在做海皇波塞冬的时候，分为2个版本推出，一个深海版，一个金甲版。手上这一款是金甲版的造型，哇，看这些肌肉的线条纹理。身上的纹身啊，而且仔细看它的铠甲部分做的有点像深海的贝类那种啊，对着光线会变色的那种质感，上面的那种纹理刻画也特别像贝壳的这种感觉。头雕部分，说实话，感觉刻画的这二大爷慈眉善目的，这胡须纹理的质感，头发这种大波浪，哎，上面涂装细节点缀，背后的金甲，屁股后边裙甲的造型，哎，这个对光变色的这种感觉特别戳我。左右臂甲不对称的造型，下边的裙摆也是使用了真实的布料，非常柔软，而且有弹性啊。褐色的这个搭子往这一披，哎，很有海皇那个味儿，真棒。腿甲也是不对称的，这边像是鱼鳍一样的造型刻画，这些都是软胶的材质，不用担心损坏。素体关节可动的方面也和宙斯是差不多的，但是我很喜欢二大爷的这个气质，就很温柔的一个人，就莫名觉得很闷骚的一老头。就这种气质长相啊，就是放在现实社会中也是会勾搭年轻小女孩的那种骚老头。二大爷波塞冬作为海洋管理之神啊，其实在这一次的万国众神设定里边，还有一个被腐蚀的表现。这半张脸有一点像被变成丧尸化以后的那种感觉啊，挺恐怖的。脸上疙疙瘩瘩的，鱼鳞炸起来，整个眼睛翻出来的味道。海里面吧，他管海洋，自然要面对海里边最大的反派，我爱你，不可名状之神克苏鲁。所以我觉着啊，在设定里边这半张脸应该是被克总给污染了，所以还会带一个变异的手型。看这个手背上边还有这种触须，应该是个触须或者海螺什么的吧，触须吧。后边的2指快连在一起啊，就相当于长着蹼了。这2个指尖还没有被完全的污染，就是在变化的一个过程。为啥我感觉他面对的应该是克总呢？他还会带一块这样的泥板，上面还有一些不可名状的文字，解释不出来。但是泥板上面刻画的这种细节，这种触手，哇！你总不能说他是个树神吧？海里边应该是克苏鲁啊。我估计这个写故事的背景呢，二大爷在海底下巡查工作的时候啊，莫名的走到了一片不知名的海域，发现了泥板的残片。当他在解读这上边的文字的时候，受到了泥板里边封印的力量，然后开始一点一点的被污染了啊，手开始变异，然后半张脸也跟着变异哇，这个故事挺牛逼的。另外还有2个绿色的粘液状触手的特效键，这些地方也都是软胶的材质啊，这种粘液的感觉，配合正在变异的手和腐烂了半边的脸，正在解读石板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据说后边还有哈迪斯的推出啊，所以我猜测后面应该是二大爷发现了古神的一些踪迹啊，然后老哥仨去大战克总，再召集其他国家神话当中的这些古神一起战斗，应该我觉得这么一个宏伟的史诗感的一种剧情。当然还必须得有象征着二大爷海皇之力的3叉戟，拿这个二大爷就必须得漂浮在海中的这么一个姿态啊，哎，骚不拉几的老头。3叉戟戟头的刻画也非常的漂亮，纹理的质感，螺旋纹的柄，哎，我总感觉希腊神话里面宙斯他们兄弟姊妹6个，二大爷总是那种最有气质的一个啊，这味道啊很优雅。除此之外，大宝剑二大爷必须也得来一根啊，而且这个二大爷的大宝剑刻画的也是非常漂亮的。剑柄的位置是2个马头的设计，哎，这个就非常对味道了。我记得在玩战神系列大战波塞冬的时候，就是先大战他用海浪变成的马匹坐骑啊，这个元素很棒。而且二大爷的大宝剑其实是双刃的，中间这里凹槽是空开的，
宝剑的材质也是非常有韧性的，不会轻易折断的那种。最后我们再把老哥俩放在一起同框演出一下，哇！真的，这个系列其实还是挺有味道的。二大爷的这种气场，我觉得会比宙斯那个老六来的更加的强烈一些。哎，没错，这里边不是贬义词啊，宙斯真的是老六。所以，尤其两个肌肉虬结的帅老头摆在一起，我觉得这真的应该站一魁爷，两个人各自暴揍一顿。不过，在这个万国众神的设定里边，最后他们应该会去大战克总吧。所以呢，真的也是特别期待哈迪斯啥时候来推出啊？哥仨三兄弟站在一起。铁三角一起去大战克苏鲁，哎，这种设定真的特别棒，摆出来的这个画面应该也会特别的带感吧。再加上还是之前我们看到的350块的售价，1:12的可动人偶，做出来这么多的细节，非常漂亮的涂装，以及特别不错的设定概念的情况下。这一套也是相当推荐的，也真的很期待尘封魔丸后续在这个万国众神的系列里边还会推出怎样的这些角色，那么我们拭目以待。那么得嘞，尘封魔丸1:12人偶万国众神系列的海皇波塞冬二大爷就是这样了，太帅了这老头。